欢迎来到转型起步智慧工厂白话讲堂，我是主讲人曾超人。今天的课程题目是有关于6大案例看工业4.0的迷失。一如既往，前面有2页，一个是介绍白话讲堂的课程内容的介绍，一个是有关于主讲人的背景介绍。那这2页我们都不重述哈，有兴趣请参考我们的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置顶的一个影片。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6大案例看工业4.0的迷失。那建议在看这篇课程之前有2堂先修课，一个是工业4.0的精神愿景与蓝图，另外一个是智慧制造成熟度5阶段的评估表 SNMN。这边都有课号，在 YouTube 上面用课号来查询会比较方便。OK， 今天的题目是第2类第1章的第5小节，6大案例看工业4.0的迷失。在案例1，有关于工业4.0的演进，工业革命的演进，工业4.0太遥远，我们还在工业2.5，对吗？ OK， 这一章我们之前在这个课堂上面就有说过，有关于工业4.0演进的一个精神跟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有些老板们在讲，我们工业4.0太遥远了哈，工业4.0太先进了，我们都还在工业2.5等我们先爬到工业3.0，再来谈工业4.0吧。这句话对吗？如果你听过这堂课的介绍的话，应该就会知道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哦。其实，工业革命是一种世代技术的创新跟移转。如右图，如我们上次所介绍的，现在还有哪一家工厂没有 PLC、没有 PC 这些的基础的工业控制的一个系统？所以说现在不可能还有人在工厂里面没有用 PLC，还在用配电盘去做这些传统的控制，所以大家其实都在工业3.0，只是程度上面的不同。所以做个小总结哈，工业3.0的是目前的基础，工业4.0是愿景与蓝图。其实大家都是在工业3.0的基础上面，往工业4.0的不同程度去迈进。这个部分在这个课堂上我们有做详细的说明，有兴趣请参考这个工业4.0的精神愿景与蓝图这堂课。OK， 案例2，那很多人在谈说工业4.0就谈自动化，那自动化难道就是工业4.0的基础吗？当然不是。这是我朋友的一个案例，一个威廉张问这个顾问的案例。那自动化只是手段，落实管理才是王道。在这个案例是说，他这个老板，原本是在做塑胶杯啦、纸杯啦这个制造公司，那在台湾呢，因为技术人员很难找，资深技术人员的离职也是个困扰。那所以说呢，老板就很有下定决心，想要引进自动化设备，把原先的各机台的这个手动生产改成为自动化生产。那自动化设备引进完之后呢，如期去执行所以从入料到操作员的这个到整个生产，那操作员只需专注于挑出不良品，回收缴税，然后再重新投入。之前呢，这些作业员呢、操作员呢，都要同时去兼顾到生产啦、备料啦、判定不良品啦相关的动作。那这个自动化方案，认真来说非常成功。上线完之后呢，大家都很满意，大幅的减低人力的搬送啦、跟负担的相关的这些的工作，那也得到厂长大大的肯定。可是呢，1个月之后，财务长却指出了赔了大钱，然后请这个张问这个顾问来帮忙诊断，并且重新定义所谓的生产目标、组织架构以及制造流程。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因为自动化生产只是一种手段自动化生产去执行了自动报废、自动生产但是没有去机制去做自动的修复，并且去找出问题找出这些不良品的问题相关的检测。我们要知道，在整个机器生产过程中，为何会有不良品？简单说，只要是机器的生产，一定都会有机器的慢慢的 decay， 慢慢的衰减，机台慢慢会出问题，而且除了机台本身的问题，我们常说的会在一个正常的生产线上面造成为品质不良，
包括了人不同的作业员，包括机不同的机器，包括的料不同的来料，包括的不同的 recipe 生产的一些方法，还有环境变数啦、测试条件，所以更多的我们关注是机器的稳定性的问题，在没解决机台的衰减，没解决品质良率的问题，持续的自动生产，把这个自动化设备当做印钞机，那当然持续生产会慢慢的产生不良，会产生报废，而造成了自动化效益的衰减。所以说自动化只是个手段，落实生产管理才是王道。所以呢，自动化生产呢不是盲目的投入生产，做好的及时的检核，落实生产的管理，并且导入精实管理的精神才是王道。那我一直很支持，也很赞成，生产自动化只是手段，在导入之前，我们必须要导入精实管理，去解决产线上面的一些异常生产的问题。有关于技术管理我不是专家，但是我还是会找个时间开一个有关于技术管理的简单说明，主要是让一些 IT 从业人员能够了解什么是技术管理。那如果你对技术管理有比较需求的话，可以去找技术管理的顾问专家去上相关的技术管理的课程，Lean Management 相关的课程。那我们另外常看到就是案例上自动化是不是就代表长连线？所谓长连线就是说，过去是每个机台独立生产，作业员一台一台的货往下搬。那慢慢的呢，就有人想说，那我要做自动化，减少人为的介入，那我是不是用 conveyor，用所谓的输送带，把它每一个机台全部串接在一起？那长连线的设备的自动化当然是有优点。第一个它减少了人为的干扰，抱歉，刚写错了。以对作业员的依赖，过去来说会有很多人需要搬进搬出，那长连线的设备的自动化的移动呢，或者是透过长连线设备的移动，它透过 conveyor 把机台的运送货物的东西串接在一起的情况之下，它会比你外加 AGV 外加 robot 还要快因为 AGV 跟 robot 上下货还有很多的时间的浪费。和 HB 跟 Roba 本身就比较贵所以说在整个自动化，而且呢 HB 跟 Roba 降低了，而且长年线的话可以降低自动化投入的成本，也节省了这些空间上面的浪费，而且对于所谓的大量的产品的生产，一贯化的作业效率会变得很高。可是长年线的缺点呢，第一个架动率会大幅的下降。你可以想想看一条生产线，前面呢绿灯，中间呢碰到设备故障，不亮灯或亮红灯。我们知道在工厂设备都有 RGB 三色灯那设备如果有问题就会亮红灯，或者是没有或亮红灯，然后后面就全部变成黄灯。为什么呢？因为长年线的话，货跑到这个地方跑不下去了，跑不下去，等到这个设备解决完之后，那才能往下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设备的这个稼动率就会下降，因为它没办法，它只要有一台设备出问题，这条线等于是报废。所以长年线的设备维修也牵涉到跨设备的连线，也会造成整个设备维护成本的增加。另外长年现在对于产品更换的时候，会等待调机的时间过长所以对于少量多样的产线会失去了弹性因为长年线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在工厂里面其实换线换产品所造成的机台架动率的损失是最高的。那当我把整条线串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前面投了这个产品，在这个产品的最后一批货没离开之前，我可能很多前面的设备都不能动这就会造成整个的架动率的下降。所以呢，自动化的长连线不代表工业4.0工业4.0当然允许机台去长连线但是长连线不代表就是工业4.0那不稳定的设备呢，也会除了影响品质之外，也会大幅的影响整体的架动率所以我们不希望说在自动化导入之后，让我的线上的架动率大幅的下降。另外，这是一个我个人的案例在整个设备维护保养的重要性，往往会被忽略既然我做了这个自动化的生产，那我当然希望我的设备的稳定性会提高。那可是呢，过去辅导个案例，它是一个 SMT9，以当时的10月为例，
宕机的时间约25小时，宕机的次数约343次。该工厂有大概有10几条 SMT9 的线。那过去它并没有去做维护保养，它只做点检。所以说它在过去到好在它有所谓的故障记录。只是说在故障记录里面没有故障代码，只有备件的名称。备件就是我们要更换的一些设备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备品。这些备品包括像点胶嘴啦、吸嘴皮带这一系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因为它没有这个记录，所以我们没办法去详实的分类。所以根据它的部分，我们当时请他们再多加一个更换的备件名称，然后用它去做了一个这个柏拉图。那把这个根据过去的设备备件更换的排名，我们知道点胶嘴啦、吸嘴啦、皮带、PH、马达这几个算是前5名的这些影响到设备稳定的一个更换条件。所以你可以发现这几名的这些的东西，其实这些备件的成本都不高，可是却因为它们而宕机，影响很大。所以呢，设备保养只有点检，因为它过去来说，设备保养只有做点检，没有做更换，坏了才更换。所以呢，造成主要备件的生命周期都没办法掌握，那维修能力的调度也很不容易。那过去的他们的厂长也常在讲说，这个设备维护工程师平常看起来很讨厌因为都在那边没事干，在工厂里面走来走去。但是呢，等到设备一宕机，他马上出现，他们又觉得非常的好。可是呢，当一次当了2、3台设备的时候，只有1个工程师、2个工程师不够用，他们又会觉得说，为什么不多派一点？所以呢，在工业4.0里面，其实所有的生产里面都仰赖于设备。所以设备的维护保养变得非常重要。那在过去来说，因为大家其实都有做设备点检，但是没有做设备的定期保养。那这东西被忽略的情况之下，当你上工业4.0，就像我们刚刚的案例一样，当设备出问题，你是不了解所以说设备的预防保养的落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常有人在告诉我们在说，进入工业4.0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做机联网。可是我们常常听到过去很多客户在讲，他收集了很多大量的资料，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用。那什么叫大量资料呢？以这个 case 为例每个机台每秒钟假设只收10个参数，那每一道的加工序假设只有60秒，那一天呢24小时乘以60分钟，所以有1440分钟。那工厂的机台假设100台，那把10个参数乘以60秒乘以1440分钟，再乘以100台机台，就有8600万个参数。那这8600万个参数还只是参数。如果存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你可能要存成为这个byte1个 byte，integer 2个 byte，这个 floating 4个 byte，double 8个 byte，再加上其他所有的这些前后相关的数据，所以那个数据量可能会大到好几个 T。而且这还只是10个参数，在半导体现在都有办法收到每秒钟100个、1000个参数，机台也不止100台，所以为什么说它的数量很大？但往往这些数量收下来之后呢，这个过去政府在补助说投入所谓的机联网，要去做这个大量资料的收集，未来去做分析。可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分析，也无法有效的分析的话，那勉强去做分析也会造成大量的 false alarm。所以机联网的参数跟量测品质的 SPE 参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去强调，就是说机联网在工业4.0里面当然至关重要，但是呢，机联网不是只有收资料，如何协助生产管理才是重点。所以机联网的目的，一个是在做资料收集，一个是在做生产管理上面的辅助，去收集到及时的生产资讯。那这个部分在未来谈到 MES 跟谈到 IIoT 物联网、机联网的时候，我会再跟各位详细的去分解。那这边主要是说，工业4.0的第一个步骤不一定是机联网，机联网的机台要收一些事件的资料，那大量的参数资料要不要收？如何收？如何分析？如何应用？这是我们下个阶段会谈的问题。那再来谈到工业革命的演进史，工业4.0等于无人工厂，等于关中工厂，对吗？
一样可以去参考我们当初的这个课程里面的说明。无人工厂成功的要素，第一个高度的标准化，第二个生产流程的明确化，第三个大量投入的自动化的技术，第四个良好的数据基础。那这些东西没办法满足基础建设不足的情况之下，这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做到无人工厂根本不可能。工业4.0的核心还是在于数据的驱动，生产的决策，让工厂管理透明化，制造流程的互通互联。我们所看到这些全世界知名工厂，包括法纳苦日本梨山县的工厂生产机器人，包括施耐德在法国的这个工厂专门生产施耐德相关的 PLC 的控制元件，包括像特斯拉在上海的 Gigafactory 超级工厂，生产车子相关的这些的自动化的一个无人光电工厂。以及富士康在深圳 SMT 产线，那这些东西的话，如果设备之间没办法互通互联，那你根本没办法达到这样的效益。那智能化好的生产，能够去满足不同的生产条件的调试，及时的反馈，去知道生产设备的一个状况，让我的工厂管理能够更透明、更稳定，以及灵活的弹性制造。因为这工厂不会只生产一种产品，所以它需要有弹性的制造系统来去满足。我去根据不同的订单去生产不同的产品，所以说工业4.0是手段与蓝图，这我们在工业4.0精神与愿景里面，再三强调的。光灯工厂呢，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目标，不是终极目标，所以企业，这是也是我们在强调的，尤其台湾中小企业都在做产业的中上游，所以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产业特性，再加毛利率的问题，所以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智慧化转型的数位化转型的一个方针，所以说工业4.0呢，当然不等于关灯工厂，再三强调工业4.0只是一个愿景，只是一个蓝图，各个企业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定义，所以关灯工厂可以是工业4.0某种终极理想的状态之一，但不代表全部。OK，所以呢，这边我们谈到这个工业4.0的4大构面的提升全面竞争力，这也是我们希望提到的效益，包括降低成本，透过数位化转型与智能化，大幅的优化生产的条件与营运的成本，生产的效能与营运成本，那提供效率，打造整个透明、流畅、智慧化的生产管理体系，增加营收。以更稳定、更高效的生产体系来去提升整体的营收，然后满足客户的需求，强化产品追溯与数据的能力，来超越客户的期待。这是我们在公司在工厂里面投资的必须去考量的主要项目，一定是要降低成本，一定要提高效率，增加我的营收，以及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基本的方针。所以工业4.0不仅只是自动化，更是全方位的执行数位转型，损益的减少与竞争力的起飞，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所以呢，企业还是老话一句，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产业特性，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智慧化与数位转型的方针，这是我们始终在推工业4.0的精神概念里面强调的一个重点。好，谢谢。有关于今天的课程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去给我们的支持影片的制作跟规划设计都很不容易，那欢迎大家到 YouTube 上面去帮我们去做评论、点赞，尤其希望各位帮我们订阅与分享。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整个的评论区告诉我们。这个每周一、每周四晚上我们都会持续的更新课程。谢谢各位。